时间紧凑，季晨将一颗心都放在了会试上。中间他也抽空去参加了林胜、徐不言二人的宴席，钟宁跟着一起去了。徐不言那里排场没有想象的大，只请了自家人。不过让钟宁没想到的是，徐不言亲生父亲居然也在。徐不言的解释是，和他搞好关系对我也没什么坏处，这以后说不准呢，他会把那些家财都给我继承呢。钟宁也看到了徐不言的娘亲，长得很漂亮，即使脸上有些岁月痕迹，但依旧是让人看了会心生怜惜的模样。他就坐在主桌，坐在徐不言生父身边，会给他端水夹菜，会偷偷看他的表情。他有回应的时候，脸上会露出少女般的笑容，脸颊带着微红。徐不言娘亲还是喜欢他生父的，里面伤他最深的就是他。徐不言会和他爹一直保持联系，应该也有他娘的原因吧。之后又去了林胜家里，林胜家中氛围要严肃很多，其父其祖父都是面相上不苟言笑，说话间少不了知乎者也的人。家里女眷自然而然也带上了那种谨慎端庄。钟宁也见到了林胜的妻子安雅，一个举手投足间都尽显大家风范的姑娘。她在席间精心伺候着婆婆用餐，和婆婆说话时语气谦卑有礼。钟宁忍不住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就觉得一身恶寒。她做不到，她真的做不到。钟夫人倒是洒脱，不拘小节。还好还好，不然呢，难不成要我起来伺候你们吃饭？那妇人的笑脸一下就僵住了，又问：你在家中也是这般吗？在祭举人和他家人面前？不是啊。我就说嘛。看来钟夫人是在家里规矩久了。不，我在家里更不规矩。我婆婆给我做饭，我相公给我盛饭夹菜，碗也不用我洗。我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睡到中午也不会有人说我。我这样子有问题吗？这下不仅那妇人表情不佳了，席间其他人也都或多或少露出了不赞同的表情。安雅悄悄摇了摇钟宁的衣袖，钟宁抬头望天，这些规矩到底是谁定的？钟宁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也不小，起码临近屏风的几桌都能听见。徐不言看了眼季晨，挑了挑眉，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带林如来的原因。上次林如来憋了一天，回去差点和他干仗，问他是不是故意带他来这种地方立规矩的。季晨倒是面色如常的喝茶吃饭。林胜脸颊发烫，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家里面那些女眷都太严格了，对自家人严格也就罢了，怎么能对外人也这样挑剔？祭举人，我这也不想掺和你的家事，但我觉得你还是该好好约束一下你的夫人。你以后是要当官的人，你的夫人免不了要和其他贵妇贵女打交道。若是她表现得太随意妄为，甚至是粗俗无礼，到时受影响的是你。毕竟你主外，她主内，人家会觉得你没立好规矩。你觉得到时候能忍受得了其他人的非议和轻视吗？哼，什么时候男人的脸面需要靠女人去挣了？第一，我觉得有本事的男人应该靠自己实现想要的一切，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第二，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我不批驳你们，你们也别对我说教。我既然选择了我夫人，那便是接受了她的一切，甚至我喜欢的就是她这副模样，这种个性。如果她不是现在这个肆意妄为的她，那我也不会和她在一起。第三，有句话说得好，与其要求别人，不如做好自己。害怕别人的议论，那就先自己做到不被人议论。例如功成名就，例如洁身自好。但我觉得不管怎么做都不可能完全堵住悠悠众口。如果要去在意其他人的眼光，其他人说什么，那自己这辈子是肯定过不好的。那老叔公脸上一僵，其他人也不知道做什么反应好。季兄说的对，说的真好，难怪能拿暗手呢，这都是真理呀。我吃饱了，多谢诸位今日的款待，先失陪了。季兄，林胜还想挽留，季晨朝他摆了摆手，他知道问题不在林胜，他也改变不了这些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夫人，可以走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就走。再不走他会干出什么他自己都说不准。林成人很好，但林成家他这辈子应该不会来第二次了。咱们走吧。
夜深人静，林胜看着正坐在烛火旁给2个孩子绣着衣服的妻子，他已经忙了一天了，从晨起就要围着公婆转，围着孩子转，围着后院这1亩3分地转。他以前也向他表达过心疼，表达过会替他向爹娘求得更多自由的时间，起码不要每天都晨昏定型，不要1日3餐在公婆身边伺候。可表妹觉得没什么，她说她早在家里就已经学过这些，也并不觉得现在的生活很苦很难，大约是见得久了，习惯了，连林胜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林成拿走安雅手里的针线，表妹，这次会试，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带你和孩子一起进京生活。我保证，到时只有我们一家4口，保证不会再让你如此辛苦。相公，你不用勉强自己，而且我说过了，嫁给你，我从没有觉得苦过。不是勉强，不是，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能相信，但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的。安雅静静看着面前的男人，这还是她第一次这样坚毅地向他许出承诺。想起钟宁跑向季晨时那样明媚欢喜的笑脸，那样坚定不移的步伐，也许自己也可以期待一下。好，那我等着。临近过年，钟宁和季晨商量了一下，还是不打算回县城。过年那会儿，只怕上门的邻居会更多，应付起来麻烦。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去京城啊？也不知道我存的这些钱够不够在京城买个大宅子了，光是有房子还不够。到时候你当官了，咱们肯定还要买伺候的下人，丫鬟2个，伺候咱们一家5口，应该够了吧？但是季晨，我跟你说啊，丫鬟买归买，你敢让他们进你的身，到时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我知道，便是不请丫鬟也行。那肯定不成啊，都进京了，排场配置肯定得到位啊，不然以后你那些同僚来咱家，总不能我去上茶吧？说不定2个还不够，到时候再看看。还得找个家丁，平时负责赶路车。哦，不对，都进京了，骑骡子也太丢份了。到时候买匹马，哎，你说白色的好还是黑色的好？还是黑的吧，比较沉稳大方，就跟现代那些单位里一样，就没见过几个开白车的，肯定还是黑色压得住。是不是还得找个看门的？那样会不会太高调了？毕竟你一开始肯定是从特小的官当起的。钟宁在那碎碎念，季晨就在旁边听着。就在这时，外面响起敲门声。我去看看吧。方成远本以为没人开门，正在外面不停徘徊，神情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凶厉。门打开那一刻，他又像个惊弓之鸟似的弹跳起来，特别是对上季晨那张漠然冷淡的脸，他张开口又合上，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师兄有事吗？没事我就回去了。听到季晨的一声师兄，方成远不仅没有一点亲近感，反而像是被人甩了2个火辣辣的耳光。自己是师兄，他是师弟，自己已经2次相识落榜，他却连着当了2回暗手。倒是他为官，自己为民，他不记着过去的仇怨还好，要是记得，那自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不，他是一定会记得的。他已经没办法再对付季晨，便是侥幸对付成了。以知县、知州大人对他的重视程度而言，自己这个幕后黑手也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方成远最终下定了决心，在季晨还没参加会试之前，先和他道歉，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原谅才行。季师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吧。哦，师兄说的是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季师弟，你开玩笑了？你怎么可能不知？哼，我知道，就代表着师兄可以轻飘飘一句话就把过去做的那些事一笔带过了吗？师兄可真是会打算盘，算盘珠子都要蹦到我脸上来了。不是，季晨，你小子一天到晚都在跟我学什么呀？我说，我不该指使方展元去勾引弟妹，不该设计让学院里的人孤立你、排挤你，不该想昏招企图害你失去科举资格，不该在府学同窗面前胡言乱语散播你的谣言，不该找瘦马去勾引你。这头子一开，方成远说话就像倒豆子一样，前面还好，钟宁都知道，后面又是散播谣言又是瘦马的，
钟宁突然想起那一年季晨跟他说路上有个被流氓轻薄的女子找他求助的事儿，钟宁额头青筋直跳。这是多大仇多大怨呢？师弟，你就原谅我吧，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不许我给你父亲请罪，我给你磕1天的头，只要你肯原谅我，我做什么都行。季晨垂眸看着他，嘴角带着一丝冷笑。曾几何时，自己绝对想象不到还有这样一天，那些轻视自己、羞辱自己的人跪在自己面前不停求饶。师兄，你念书念糊涂了。季晨蹲在方成远面前，目光直视着他，一眼能看出他眼中的畏惧与不甘。如果今天变换身份，他会求饶吗？不，他一定会毫不犹豫摁下那只手指。负荆请罪，磕头求饶，你觉得这种小事能抵消你做的那些错事吗？以德报怨只在书里，所以师兄，你就祈祷我贵人多忘事，或者你自己爬到比我更高的位置上，不然咱们俩的账得慢慢算。师弟！方成远瞪大眼睛，心脏砰砰跳得厉害，这种惶恐不安像刺骨的冷风般无孔不入，比刚才尤甚太多。关上门，也关上了方成远最后一丝希冀。这才是你小子的真面目吗？也太恐怖了吧！季晨顿住，缓缓转身。怎么了？吓到你了吗？季晨有些不知所措，他是不是把自己恶劣的那一面表达得太明显了？是不是不该在宁儿在的时候这么做？要是因此让宁儿对自己心生畏惧，不敢再靠近了怎么办？有点儿，除了当时那会儿有些害怕以外，现在只有欣赏和喜欢。我的男人就要这样敢爱敢恨，敢放狠话才对。那个方成远坏事做尽，还想靠几句话就获得原谅，就那么简单，还要法律干嘛？咱就是要狠狠地恐吓他，把他吓傻吓疯才对。不过应该不会因此激励到他，让他真的发愤图强起来吧？不会的，他是什么样的水平我很清楚，不是靠努力就能成功的。你这话说得太狠了，果然情能捕捉是骗人的。情是能捕捉，但不代表情就能胜过其他人。我懂我懂。光是想到方成远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可能突然想起今天季晨的话，然后吓得小心肝乱颤，就感觉随时会有人对自己下黑手，担惊受怕，瞻前顾后，小心翼翼，胆小如鼠。钟宁就忍不住暗爽，夫君，你做的真是太棒了。娘，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爹写了信说暂时不回来了，让奶奶过年前1天带我们回去。娘也写信了，让奶奶多买点干果点心，提前送给街坊邻居，省得人家嘀咕。要我说，送不送都一样，送了他们也会说咱们家端着，说爹爹怕他们粘上，过年都不肯回来。不过是走些必要的礼数罢了。那我们也没收到其他人给的东西呀。季谦很是无所谓，季元就不太乐意。干果点心也是要钱的，娘也是，不能因为挣到钱就乱花呀。我回头要和他好好说说。不知道自己这个妹妹什么时候成了小管家婆，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眼看外头风雪越下越大。我去隔壁看看。天冷，白奶奶就容易发病，陈爷爷年迈，一个人照顾总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哥哥，等等我也去。因为两家关系亲近，当时为了方便走动，钟宁直接叫人在共用的院墙那开了个拱门，如今两个孩子直接穿过门去到隔壁。陆爷爷，白奶奶。里面没有人应，纪元疑惑地歪了歪小脑袋。爷爷奶奶睡觉去了。季谦看了眼门外的积雪，皱眉。不对，以往这个时候，两个老人家的房间里炭火总是烧得很旺，当然房间里也开了窗户，但因为里面很暖和，雪是不可能积起来的。季谦皱紧眉头，直接伸手推门，里头冰冰凉凉的。
陈爷爷，白奶奶。2个小孩赶紧跑到床边，果然2个老人都躺在床上。纪元吓得立马红了眼圈。季谦稍微冷静些，伸手摸了把2个老人的脸还有呼吸，又探了他们的额头。陈爷爷发烧了，应该是烧昏迷了，我去找大夫，你在这里守着。小姑娘立马擦干净眼角的泪，坚定地点头。陈老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哎呦，老天爷保佑，你可醒了，你没事真是太好了。陈老隐约记得自己早上感觉不舒服，在炉子里蓄了点炭火，想着躺到床上休息一会儿，后面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这是……你发烧晕过去了，还好2个孩子发现的及时，来找大夫过来，给您抓了药，喂了汤药。大夫说您烧得厉害，再晚一点可能要出大事了。那我夫人她……白大夫人没事儿，2个孩子也给她喂了药，没多久人就醒了。我给她做了排骨汤面，她吃了点儿，在你身边守了会儿，没撑住又睡着了。您2位福气大。陈老很是松了口气，又想起是2个孩子救的自己，心里又是惊讶又是温暖。孩子们呢？我今天有事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也已经是傍晚。找到2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在你家这边趴桌上睡着了，我给他们劝回自家屋去了，这会儿都歇着呢，您放心吧。说起这事儿，继母心里也愧疚着。旁边他们家办事叫我过去，我想着去帮帮忙也好，谁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儿啊！以后儿媳妇不在家，我说什么都不能走了。意外情况您也想不到，您不必自责。我这边已经醒了，没什么大碍了。您回去看着2个孩子吧，他们还小，单独留在家里过夜不安全。成。继母起身又回头道：嗨，不然您和白夫人去我们家住几天吧，也有客房，有什么需要也可以立刻来找我。陈老哪好意思这样麻烦别人，自己年纪大了，季晨他娘年纪也不轻，干熬一宿已经够累的了。我真没事，这人啊，不服老不成了。等季晨他带着你们一家老小进了京，我也回京去吧，该是让那个不孝子孙伺候我了。到时候季家有什么事，自己还能帮帮忙。他本来是不想回去的，可现在现实情况不允许，再加上也确实舍不得2个孩子。您能那么想再好不过了，阖家团圆多好啊！那我先回去了啊。又是一年新年，真可怕！这一晃我都来这4年了，都23了，2个崽儿也5岁了，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吧。钟宁对着铜镜照了照自己那张脸，左看看右看看，松了口气，又有些疑惑起来。我刚来的时候是长这样吗？他不能不疑惑，因为他惊讶地发现他现在的样子和现代那会儿一模一样了。怎么了？被突然起来的声音吓到，钟宁转身气鼓鼓地拍了他胸口一下。啊，干嘛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不是出声了吗？主要看钟宁一直盯着镜子发愣，又听见他心里那些话，他心中很难不生出几分担忧，怕他开始怀疑起自己现在的身份，怕他难以接受如今的现实。你有没有觉得我长变了？季晨认真凝视着钟宁的脸，看了看，看到钟宁觉得心慌，然后伸手捧住他的下巴。变了，变得越来越好看了。别人都说夫人看起来像只有18岁。那可不，我也觉得自己一点都没变老。哎，看看我这脸，白不白？水润不水润？美丽不美丽？美丽，夫人永远是最美丽的。元宵节一过，季晨和钟宁就收拾东西出门了，2个孩子和继母都很不舍。爹娘老是丢下我和哥哥。乖，等你爹会试考中了，娘立马在京城买大房子，然后你和哥哥还有奶奶过来住好不好？其实钟宁也想着把2个孩子和继母也一起带去，但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时间又赶，他担心2个孩子路上水土不服出什么状况，还是他先探过路再说。纪元红肿着眼睛点头，钟宁又伸手摸了摸季谦的小脑袋，小孩乖乖地任他蹂躏。
别扭的小娃娃如今还是别扭的小孩，但已经不会去躲钟宁的手了。还是抱一下吧。钟宁一把抱住乖儿子，纪远也扑了过来，两个孩子太可爱了。钟宁心头一软，不然相公，你一个人去考试吧。夫人舍不得两个孩子，就舍得我吗？哪有和自个儿孩子争宠的？这一路还是和徐不言、林胜一起。这次林如和安雅都走。我知道小宁肯定会来，但我没想到小雅你也来了。你那么守规矩，我以为你要在家侍奉公婆呢。我原本也是要留在家里的，但相公说无论如何都要带我一起走。公婆反对，相公也不妥协，还说我不走，他便不去考了。公婆只能同意。就该那样，你是嫁给林胜，又不是嫁给他爹娘，哪有和两个老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男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呢？可不是嘛。这么一看，我应该是最自由的那个啊，不用伺候公婆，两个孩子也有丫鬟照顾，我娘有时候也会过来。我男人那更不用说，我稍微给他点好脸，他都能吓得以为我中邪了。你好溜啊！三个女人这里说的热火朝天，前面三个男人则是安静的不能更安静。主要是季晨一直黑着张脸，另外两个人有心开口也不敢出声，怕被媳妇儿牵连。真是抢谁不好，抢季兄的夫人干嘛？对了，我跟你们说哈，咱们这一路只管往前走，路上尽量什么都不要透露。真要有人问咱们是干什么的，就说是出来游玩的。怎么了？是会有人抢劫吗？像相公说的上次相识那样？只是抢劫都是好事儿了，人家那是抢人呢。啊？钟宁惊呆了。真的？小宁，你可别不信，特别是你家那位尤其要小心。我听人说，有那些豪绅权贵就会帮女儿抢那些青年才俊。图什么呀？很简单呐，只要两个人生米煮成熟饭，那对方是不是就要对他姑娘负责？到时候他就能有个出息的女婿。仲宁还是不敢置信，强扭的瓜不甜，要是那种窝囊的还好，要是那种强势的有心计的，真站到高位上，第一个报复的就是他岳父子。说是那么说，但有人就是喜欢赌一把。还有绑下捉婿，听过吧？电视一张榜，那些新科进士就可能被权贵富商抢到自家。小宁，你到时候可得把相公藏好。钟宁目光飘向车帘外，真有那么严重吗？啊，这么晚了，没想到还有人呢。而原本就在一楼吃饭的人也都将目光落向了季晨他们。季晨注意到他们旁边放着的长剑，默默垂眸。店里只有面条了，各位不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当然如果能多放点肉就更好了。好，肉倒是管够，几位客官等一会儿。这些人给我的感觉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咱们可以稍微放松点了。应该是官兵。这怎么看出来的？只是猜测，而且他们身边的佩剑都是统一的。钟宁倒是没注意那么多，很快面条就上来了，是那种宽面，里面就放着可怜巴巴的2片菜叶，除此之外就是大块大块肥瘦相间的猪肉，这店家的确实诚。吃完饭，几个人各回各屋。妮儿，快起来！怎么？外面打起来了！早先在客栈看到的那伙人明显更训练有素，无奈对方人更多，这会儿渐渐落了下风。咱们就这么看着吗？对面那群是穷凶极恶之徒，只怕杀了他们想杀的人之后，我们也别想逃过。一个黑衣人被刀疤脸一脚踹到了他们门口。钟宁还在犹豫的时候，季晨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把匕首，一刀扎在那人心口上。这还是我那个白面书生相公吗？你在用你这张漂亮的脸在干什么呀？就当做是投名状吧。钟宁讷讷点头。这里还有他们的同伙，一起杀了。各位大爷，你们弄错了，我们和他们不认识。管你们是谁，都得死。好吧，真不懂怜香惜玉。钟宁一转头去拿弓箭，
面对这么些个黑衣人，钟宁直接用尽全力拉了3支箭同时射出。季晨手里的砍刀被人挑开，迎面剑光袭来，他偏过头，外面发生这么大事儿，怎么不喊我一声啊？林胜还维持着刚才拿大煤瓶砸人的姿势。徐不言和季晨同时把林胜挡住，躲后面点，你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接下来好好找地儿躲着就行了。有季晨、徐不言帮忙在前面分散火力，钟宁专心致志地在后方做他的射手。真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这么多余孽。少废话，把冯爷交出来。冯爷，你们去地下找他吧。你找死！渐渐的有些力不从心，刀疤脸手里的剑落地，他抬起头，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真没想到自己一世英名居然栽在这。终于解决了所有危险家伙，钟宁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的手没知觉了，季晨、相公，我手可能断了。季晨拖着同样筋疲力尽的身子坐到钟宁身边，靠在他肩膀上。不会的，多谢夫人救命之恩。彼此彼此，相公，你越来越帅了，刚才那一匕首真的有把我迷到。二人相视一笑，同时昏了过去。等钟宁再次醒来的时候，就看见林如那张关心急切的脸。啊，太好了，你终于醒了，我都怕你要睡死过去。我相公呢？我那么大一个相公呢？林如好笑，这夫妻俩醒来第一时间都是找对方，感情真好。宁儿，季晨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一碗乌漆抹黑的汤药。我相公搁这儿呢。来喝药了。季晨坐到钟宁床边，林如朝钟宁眨了眨眼睛出去了。看到那碗堪比女巫熬的魔药一样的药汁，钟宁鼻子嘴巴都皱了起来，满脸写着抗拒。我能不喝吗？我感觉我也没伤着什么。良药苦口，你虽然没有外伤，但这段时间一直奔波劳碌，加上前天晚上精神高度紧绷着，底子已经有些亏空了。大夫说要坚持喝7天的汤药。钟宁眼前一黑，感觉天都塌了。7天？我感觉这一碗喝下去，我身体会亏得更厉害的。乖了，喝完汤药，我给你拿2块蜜饯舔舔嘴。行吧，长痛不如短痛。一鼓作气把药汤全倒进嘴里。骗人的，还是很恶心。季晨已经伸手往他嘴里塞了2颗蜜饯，枣肉吃起来特别细腻。对了，昨天不是前天晚上那2批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是沾上京城那些人就容易遇险，难道那块克我？克我也就算了，可不能克季晨啊，他还要考试呢。不行，回头给他请个平安符才成。剩下那2个人已经走了，这群官兵是押解一个重要逃犯途经此地，没想到那人养了一帮子匪徒。前天晚上那些匪徒是为了救那犯人而来。原来如此，怎么就走了？也没给咱们留点好处费啥的，懂不懂感恩啊？季晨从袖子里拿出个令牌，递到钟宁眼前。这是脸上有刀疤那人给的，他叫武阳。钟宁拿过那木质鎏金的令牌，左看右看，看不出个什么来。那人是中郎将，负责京中治安巡查之事。此次抓捕的逃犯是他从京中一直追到此地的，不想遭了埋伏。他很感激我们出手相助，特别是宁儿你，所以给了这令牌，说是以后有事儿可以去找他。哇，这不又是一个牢固的大腿？又过了大半个月，终于是抵达了京城。皇城根下，天子脚下，看着眼前高大的城楼和里面一片繁华热闹的景象，钟宁恨不能立刻下马车四处撒欢。先别乱跑，时间不早了，咱们先找个住的地方吧。住客栈还是另宅子？另一个宅子吧。如今已经是2月半，离考试还有1月时间，他还是要再坚持一下。行啊，反正我有钱。我们就不和徐不言还有林胜他们同租了。上次只有我们4人，租个宅子还能住得下。现在啊，就算住得下，也没那样方便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先找个离公园近点的宅子，
回头我再去看看有没有好的房子可以捡漏。以后一家子进京，总得有个稳定的居所，租房可不行。倒是徐不言他们听说了继承钟宁的打算，都很是不舍。这不住一个院子，咱们住隔壁也行啊。我还有很多学业上的问题想请教继兄。那你们找找有没有那样的房子吧。徐不言和林胜的愿望没有达成，不过他们住的地方离得也不远，走个10来分钟就能到，倒是不影响他们一起复习。宝珠，你想买什么首饰啊？你都有那么多了。你不懂，这首饰哪有嫌多的？再说了，论多哪有我那个好姐姐多呀？你家里人对你真好啊，不像我，每个月要买2件首饰都得省吃俭用。哼，我不花点钱给我那个无亲无故的姐姐花吗？哎呦，你也别太伤心了。回头啊，到我那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首饰，挑2件带回去。真的吗？宝珠你真好，那我也要，你可不能忘了我。听见几人说话的声音，钟宁好奇地抬起头，主要是宝珠这个名字有点耳熟，真看过去倒是不认识。钟宁，是你？钟宁犹豫着皱了皱眉，程宝珠见他没有反应，也突然意识到，是啊，钟宁不可能在这里，应该只是长得像的人吧。虽说程宝珠把钟宁写成了书里的反派女配，但对她的相貌也做了相应调整。2个人同名，但样子并不一样。钟宁也没认出程宝珠来，可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个人很奇怪，一种熟悉的奇怪。小姐，这个头面儿……钟宁摸了摸头上的发簪，这个我要了。钟宁话没说完就被程宝珠抢了先。程宝珠骄傲地抬起下巴，就差用鼻孔看钟宁了。那伙计一脸为难。哎，这位小姐，这副头面店里目前只有1套，您要是不介意的话，过几天店里再进1套来，您再买。我不要，我就要这一套。多少钱？我加价就是了。这300两。你谁呀你？这东西我先看上的，你以为本小姐缺那点钱吗？伙计，把它拿给我。钟宁立时甩出3张银票。不就是300两吗？我给你400两。罪犯人。什么？是穿越者老乡？但钟宁不敢暴露身份，他能感觉出程宝珠不是个好项羽的，所以不想把自己的情况暴露在他面前。那我出600两。你这女人，你知道他是谁吗？我管他是谁，我只是买东西，又不是犯法，便是王公贵族也没有硬抢的道理。伙计。钟宁伸手，那伙计立马殷勤的要奉上东西。不行，我出700两。他怎么能输给一个无理平民，还是顶着这么一张恶心他的脸的平民？900。钟宁眼睛都不眨一下，以防翻车，他还把身上的钱都拿了出来，一大把的100两银票。程宝珠本来还在想是不是这家店联合这个女人一起来骗自己，可看到他手心里的钱，再看到他那副得意洋洋运筹帷幄的样子，程宝珠鼓起脸颊。1000两，我出1000两。伙计眼睛都在冒绿光，今儿可太幸运了。刚把目光转向钟宁，就见他磨磨蹭蹭地把钱收了回去。行吧，我认输了。你把头面给这个冤大，不是，给这位钱多没地儿花的小姐吧。什么？怎么，你又不想买了？那你和我争半天干嘛？还是说你是这家的托儿？这话该我说吧，我可是宰相府的小姐，你以为我和你这个平民一样啊？宰相府，宝珠。钟宁身子一僵，后知后觉想起来这是谁了。这不就是那个相府真千金吗？可这个真千金和书里描写的并不一样，从性格到说话方式，而且原文里因为程宝珠曾经流落京中千金贵女都不愿意与他结交，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果然这就是个外来户。那么正好，宰相府千金更要一诺千金，说要花这么多钱买头面就要买。至于说我是这里的托，没必要哈，我可不敢使计招惹您这样的大人物，我不会嫌命长。钟宁说得十分坦然，面对他和其他姐妹的目光，程宝珠骑虎难下。不就是1000两吗？他从怀里也拿出支票，又打开了钱袋子，
全身上下却也只凑了500多两。这可真不巧，我钱没带够，等我回去拿够了再来。没事，小民可以将头面送到宰相府，等人把钱送齐。程宝珠差点没气吐血，这一个两个的故意折腾他是吧？行，你别跑，你是要算计我，想走就走啊？我哪里算计你了？你还说你让我多花了那么多的银子。程宝珠气急，抬手就要打钟宁，一只大手掐住他的手腕。这是在干什么？王子文渊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刚好路过。周文婉说着话，目光却是不自觉落在钟宁脸上。文渊爹爹。钟宁学着程宝珠的样子比了个口型，自己把自己说的头皮发麻，撒娇撒不了一点儿。文渊哥哥，你干嘛要拦着我？我在教训坏人呢。哎呦，我是坏人，这俩关系不一般呢。他那八卦的目光在二人身上来回打转，周文婉被钟宁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他可以和程宝珠这个无脑的女人逢场作戏，但绝不愿意是在钟宁面前做。周文婉抽出胳膊，我正要问你发生了什么，你身为宰相之女，怎么能当街打人呢？这叫旁人看到又要传你的闲话了。他们要传就让他们传呗，一群碎嘴子，有本事当我的面说呀，看我打不打烂他们的嘴就完了。还有这个，这是个大骗子，还骗了我好多钱的。程宝珠添油加醋地把来龙去脉说了，说来说去就是钟宁和店里的伙计合谋骗钱，真是听不懂人话。偏偏周文婉还用似笑非笑的表情看向他。有这么回事吗？有啊，但是仅限于我和这位大小姐争那副头面，我可没有给人家当托，您爱信不信，大不了报官，我清白着呢。文渊哥哥，你听见了吧？事到临头，他还在狡辩，我非要抽他几个大嘴巴子，你别拦着我。眼看程宝珠又要动手，周文婉又把他抓住，眼底是一闪而过的嫌恶。文渊哥哥，你别闹了，这个女人我认识，她不是京城的，应该也是这2天才过来，确实不可能是那家店的托。什么？这回轮到他眼睛在钟宁和周文婉身上打量来打量去了，并且他看向钟宁的目光越发警惕阴狠。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他这一开口，大有一种妻子质问自家男人的味道。周文婉厌烦不已，差点想说你觉得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可他说不了，因为他看了眼一脸兴味的钟宁，心情差到极点。和一个有夫之妇扯上关系，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就是见过2次的关系，他有夫君，你不要妄自揣测。程宝珠脸色好了不少。哦，那文渊哥哥，你应该替我说话呀，要不是他，我才不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呢。你还差多少？我给你就是了。啊，不用了，文渊哥哥才送过我那么多的礼物，我哪里好意思再让你破费啊？他眨巴着眼睛，十分深情地看着周文婉，后者一直注意着钟宁的小表情，闻言嗯了声，不用他花钱是最好。怎么就嗯了？难道不应该坚持给自己钱花吗？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二位了。这个热闹不好看，太油腻了，下次别再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招人厌的家伙。周文婉看着钟宁的身影渐行渐远，心里有些不舒服。自己可是刚给他解了围，就这么走了，也不说声感谢，小没良心的。不请我吃一碗吗？你怎么来了？不继续陪您的宝珠妹妹吗？我和她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我要一碗建联红枣汤。成吧，看在您帮我解了围的份上，小二，再来一碗建联红薯汤，再上一碟黄金酥，1碟驴打滚。好嘞。你怎么知道我饿了？我可不知道你饿不饿，只是我越喝这玩意越饿罢了。点心上了，钟宁捡起一片黄金酥塞进嘴里，他也不管什么形象不形象的，一下吃了一半，嘴里塞得满满当当。周文婉慢条斯理地用勺子舀起一颗莲子，喝着甜水的同时，目光不经意地从钟宁脸上划过，
有段时间没见了，她还是那样活泼随性，肆意妄为。在自己这个皇子面前，她不像个平民女子，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也不拘束。自己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子，也不是没见过。周文婉想起了程宝珠，她也是那样，甚至更过分一点。每次见了自己，不是揽胳膊，就是想让自己背着她。当然不仅限于是面对自己时，可这两种感觉截然不同。周文婉想，若那个一直想要肢体接触的人是钟宁，那她也许没那么排斥。钟宁抬眸，就见对面人眉眼弯着，不知道想起了什么高兴的事。感觉到钟宁的目光，周文婉回过神。你相公人呢？他要参加会试啊，在家学习呢。这会试靠的是平时积累，该学的早就学了才是，不差这1-2天。他连出来陪你的那点时间都没有吧？不是他不陪我，是我跟他说不。五皇子说的是，所以我找过来了，向夫人道歉。夫君，你听我解释，这都是巧合，巧遇，你相信吗？我自是相信夫人的。季晨说是这么说，嘴角还带着3分笑，只是这笑不达眼底。你又何必迁怒于人呢？我和令夫人当真是偶遇，只不过碰巧帮了他一些忙罢了，是吧？说什么呢？你帮我的，我不是用糖水和点心还了吗？咋还添油加醋呢？五皇子多虑了，我便是怒谁也没有怒我夫人的道理，更何况您是帮了我夫人，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夫人，今日遇到什么问题了？可有受伤？季晨只一双眼睛看着钟宁，钟宁还是有点心虚的，但他也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便将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原是如此啊，夫人受委屈了。那头面夫人没买到，可惜了。我们去看看其他店吧，我给你买。那我可要把你的私房钱都花完了。花完了再想办法挣就是了，夫人开心最重要。那走吧。夫人的酥酪还没有吃完。不吃了不吃了，不是很对我的胃口。不要浪费，我来吃吧。季晨拿过那小碗，用着钟宁用过的勺子，就着钟宁吃过的地方继续吃。我觉得味道还不错，殿下觉得如何？周文婉看得眼睛疼，这小子绝对是故意的。我可不想留夫人剩下的东西在桌上，万一叫某些人拿去接着吃了，防变态之心不可无啊。殿下，这京城风气是比地方开放了，但应该没有开放到未婚男女可以挽着胳膊。想来您和那位陈姑娘关系十分亲近，您有时间的时候还是要好好指点她，不要夺人所好。那你想错了，我和她没什么关系，是她单方面的提。话说到一半没有说下去，一来周文婉不想在钟宁这里留下会随意议论其他女子的印象，二来她虽然讨厌程宝珠，但她毕竟是个女子，外界的议论对她来说影响重大，更何况是出自自己这个皇子之口。是吗？那五皇子，我们先告辞了。当真不生气了吗？说不生气是假的，但是我气的是我自己。倘若我更有能力一点，更有权势一点，能站在你面前保护你的那个人，就是我了。想什么呢？没人能欺负得了我。再怎么说，这也是皇城之下，她是宰相女儿又怎么了？欺负我，我就去告他。再说了，你怎么没能力了？你都连取2次暗手了，马上还有2次，你还没能力？你只是出声低了一点，但出声低是改变不了的事儿啊！你已经尽力了。那就多谢夫人宽怀。二人换了一家首饰店，选了一套新的头面，又另外买了2个金饰。仲宁讨价还价，最后花了280两买下。好看吗？很好看，但是没有夫人好看。真会说话。回去以后，夫人，以后出门我陪你一起。这哪行啊，都没时间了。所以他决定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这一待便是1个月的时候，直到林如、安雅上门找他。哎，我们听说京城有个香火很旺的福源寺，想去给相公求个开运符，你去不去？要去。他早就想去求个福了，来京城以后感觉老倒霉了。我陪你。不用了，我们3个一块去就成。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反正是在京城里，又不用过夜，下午我就回来，你放心吧。反正我书也看得差不多了，不如也去寺庙里散散心。只是一天时间，不碍什么事的。马车晃晃悠悠，周宁和季晨坐一辆，另外2人一辆，难得有这样悠哉清闲的时光。周宁靠在马车壁上，目光看向外头一片蔚蓝的天空，大脑放空。不知怎么的，他就想起程宝珠来。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以前大学时候的一个同学，那同学也叫这个名字，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特别外向活泼，和每个人都处得很好，大家都挺喜欢他的。直到他的室友发现了他的微博小号，发现他在那小号上用谐音来代替班里同学名字，骂了班里一大半的人，说班长特别装，在老师面前说话嗲里嗲气，听得他浑身起鸡皮疙瘩，能评奖评优还不知道是靠了什么手段。说室友跟个脑残一样，天天看到个明星就喊老公，一点内涵没有，看到就厌蠢症犯了。说班里那群男的一个两个跟合同似的，偏偏丑而不自知，就这种合同还能找到女朋友，对方估计眼睛也瞎得厉害。还说班里某个同学说话一股子乡音，普通话都讲不好，这种人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和他在一块儿都感觉闻到泥巴味了，乡巴佬一个。周宁也去扫了一眼，发现自己也在他骂的范围里，原因是说自己和系篮球队的谁关系那么好，一看就是汉子茶庄兄弟靠近人家呢。我和他从小就认识，也就去看过他2场比赛，给他带过1瓶水，还是对方先把钱转来的，怎么就汉子茶了？后面程宝珠因为马甲被扒射死了，毕业以后就没听说过他什么消息了。再后来听同学说他不上班，去当网文写手了，还挺出名。看来这个程宝珠10有8九就是那个程宝珠，只不过他怎么这么恨我呀？还把我写他小说里，其他同学也没见在里面出演这么重要的角色的，就因为打篮球那家伙。钟宁想想就无语，喜欢的话去告白嘛，跟我在这置什么气啊？喝茶。我不渴呀。然后他喝了一口，瞬间苦出痛苦面具。这啥呀这是？苦茶，提神醒脑用的。一直听他在想别的男人，他心里烦闷。我不用提神醒脑，我清醒着呢。又看了眼外头，还要多久啊？季晨摇了摇头，他对京城也是人生地不熟，并不清楚。等他们终于排完队进了寺庙，已经过了中午了。咱不然在这歇一晚吧，不然一会儿还要排队下去，赶着天黑回家太累了。祝我在京城顺风顺水顺财神，不要再遇到那些让我倒霉的人了。走，咱们吃素斋去。寺庙的素斋堂里也有不少人，钟宁和季晨各要了1碗素面，2笼素包子。你那道开运符是给谁求的？我与谁求来的，与您无关。钟宁差点噎住，真就是霉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呗。钟宁下意识伸手想把季晨的头按下去。季晨，程玉书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他，他还是那样，脸上没什么表情。什么时候来京城的？住的地方都找到了吗？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你夫人来了没？钟宁下意识把头埋得更低，恨不得钻进面碗里。夫人，吃慢一点。干嘛呀？你自己招着来的，自己解决。原来来了呀。钟夫人为何不与我打个招呼？我们好歹也是见过1次面，还聊得过来的。是来了京城，人生地不熟，感到害怕吗？要是那样，可以来找我，我带你多出去转转。话里话外，似乎是在说钟宁不懂礼貌，小家子气。原来是你呀！我就说声音有些耳熟，刚刚背对着没听出来呢，真是不好意思。不过宴请当日，你和黄公子一起来的，2个人看起来还那样亲昵，我还以为你也是那边人呢，没想到你是京城人士。程玉书面色有些冷凝，这女人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说这些叫旁人听来会觉得她和黄尘有些什么。你误会了，黄公子是我的远房表兄。哦，那你和他关系一定很好吧？看他没取中，特意跑那么远去安慰他吗？他要怎么说？说他为了季晨去的，那自是不行。说他出去散心，可散心为什么要跑那么远？所以他这会儿只能默认。黄尘是谁？你什么时候离得京去找他的？玉书，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这些和您无关。殿下您这样做，对得起宝珠妹妹吗？
别忘了他是喜欢你，你也接受了他的示好。钟宁嘴里的面条差点没从鼻孔里喷出来。不，贵圈这么乱的吗？陈宝珠不是才和周委员抱一抱，那个抱一抱的吗？怎么又变成喜欢这位了？果然，好女人要三夫四侍吗？有点羡慕了，是怎么回事啊？季晨夹了一筷子小菜到他碗里。夫人，尝尝，这醋溜土豆丝味道还不错。哦，这一入口立马吐了出来。好辣呀！这不是土豆丝，是姜丝啊！哦，是吗？那是我看错了。你刚刚不是说味道不错吗？夫人听错了。眼看二人这般亲昵的互动，程玉书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这个开运符是我特意请庙里的住持开过光的，姬相公不介意的话收下吧。程玉书话一说出，对面的男人脸就黑了。你是给他求的福，他是谁？你为什么要为他求福？说着说着还有些委屈起来。我每每出去带兵打仗，遇到那么多凶险的事情，也没见你为我求一张符。还有程玉珠，那日我是收了他做的香囊，但我回去后就立马将其丢掉了。我那时为什么收，你不清楚吗？你明知道我心悦于你，我也直白地跟你表明了，可你却不愿意理我，对我若即若离。我这么做也只是想让你吃醋罢了。钟宁这会儿素斋都吃不下了，耳朵竖得像小兔子一样。这一个两个的都这么刺激吗？再看一眼程玉书递来的开运符，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怎么回。我与陈姑娘只有两面之缘，且连朋友都不是，没理由收下这张符。你这家伙凭什么如此践踏玉书的真心？不，你一个有妇之夫，为什么会认识玉书？还哄骗他为你求了福，你到底做了什么？他一把就揪住季晨的衣领，季晨平静地回望过去，像在看傻子一样。你干嘛呢？你放开我相公！什么叫我相公又哄他？明明是他不由分说贴上来这个词，钟宁说不出口，有种侮辱人的感觉。想了又想，钟宁转了个口风。哦，我知道了，他这是故意的，就跟你故意收下程宝珠送你的东西一样，他也是故意把原本要给你的东西转送给别人，让你也知道吃醋嫉妒是什么感觉。这些你明白了吗？还有，我夫君和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只在我夫君曲中香山按手宴请那天，皇晨带他一起去吃过饭，两个人话都没说上两句。玉书是真的吗？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是他吗？这真的是给我的吗？说着他就把那符纸抢了去，宝贝的看了又看，随即放在跃进胸口的内口袋里。我一定会一直珍藏着的。不是，我不是为你求的，你别自以为是了，把纸符还给我。我不还。玉书，你惯会口是心非，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不然也不会让我陪你上香拜佛。明明是你来的。程玉书头疼不已，事情弄得太复杂了。这开运符确实不是为了季晨求的，毕竟自己都不知道他来京城了，当然也不是为了这个人求的，是自己之前救过的人里也有今年要参加会试的。有时候偶尔的好意与亲近也是有必要的。其实帮不帮这些人，程玉书现在觉得意义不大，起码和前世比是这样。上一世因为程宝珠的归来，自己在那个家里没有什么容身之地，所以才需要有别的后援。可现在这个程宝珠和自己记忆里那个完全不同，肆意妄为，想说什么说什么，常口出惊人之语，还一直要求什么自由开明，对爹娘兄长的约束置若罔闻。自己能看出他很喜欢周文昌，应该是最喜欢周文昌，但对五皇子还有其他模样俊美家世显赫的男人也同样喜欢，经常会和他们有肢体接触，随便就送他们各种东西。这种情况对于素来保守的爹娘兄长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又出于内心的愧疚，只能容忍。正因如此，自己如今在宰相府过得倒是比前世舒心太多。至于今日来烧香拜佛，那是原定的计划。周文昌知道也是因为自己此前提过，他硬要跟来，自己同意他跟着，除了心里或多或少放不下这个人外，还有个原因。程玉书看了眼院外，夕阳西下，很快就要到晚上了呢。要么说冤家路窄，寺庙给分配住宿
钟宁还是和程玉书遇上了。这么有缘，不然咱俩结婚算了。你睡错了，你应该睡旁边的那张床。真的假的？刚刚带我来的和尚就是指的这张啊。他弄错了。程玉书面不改色，指了指钟宁枕头旁边的珠钗。是我留下的，我中午就在这张床上休息的。哦，行。钟宁也不纠结，睡哪不是睡。他一头倒在另一张床上，眼睛闭得很快。程玉书在那收拾床铺，目光看了眼他那里。你就这么累了？累不累的？难道没事还跟你聊天啊？关键我们也不像是有话可以说的关系。见钟宁不搭理，程玉书也不自找没趣。季晨那边，他也很不幸地和周文昌分到了一起。你和玉书真的不熟吗？你不要想着蒙蔽我，我能看得出来。玉书看你的目光的熟稔，还有温柔。您和那位的事，就不要再牵扯上其他人了。正如您说的那样，我是个有妇之夫，有真心相爱的夫人，有2个可爱乖巧的孩子，一个圆满的家，不想再牵扯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果不其然，听了他这些话，周文昌狠狠松了口气，但很快他又有了新问题。那你说，玉书对我到底有没有感情啊？他为什么一会儿对我好，一会儿又对我疏远？我向他表达了很多次想娶她，哪怕她不是宰相府的真千金，我也愿意娶她为正妻。可他就是不应允我。但他要是不喜欢，又怎么会在我重伤的时候到处为我寻医问药，愿意一夜一夜地守着我呢？季晨无语望着漆黑的屋顶，他并不想听少男心事，他也不能给任何建议，他想夫人了。季晨，不好了，季晨，你夫人她不见了。你说什么？宁儿她怎么了？老大，这怎么有2个？是哪个呀？你傻啊你！人家说了，是对着房门口右边床那个。啊，那我们赶紧把人弄走吧。哎呦，左边这个是个超级大美人嘞，咱把她也弄走吧。你要死你！咱们只是图财，可不是谋色。把人带出去脱了外衣，丢外面一晚上，咱们就算是完事儿了。赶紧的吧。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程宝珠吧。我也不确定，我中间起夜发现他不见了，回来以后发现他还是不在，就坐着多等了一会儿，这都小半个时辰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这话一出，季晨整个人如遭雷击，呆呆地站在原地。下一瞬，他立马跑了出去。钟宁儿，你在哪里呀？宁儿！季晨在整个寺庙里都跑遍了，仍是没有看到钟宁的身影。你冷静一些，他也许没事儿，也许只是出去了。我怎么冷静？你确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这么平静？你质问玉书做什么？遇到这种事儿，他也很惊慌失措，又不是他把人弄丢的。程玉书衣袖下的手下意识握紧，指尖没入手心，也浑然不觉。啊，怎么会？人怎么就丢了呢？这里，安雅手指了指窗台，这里有脚印。季晨立马跑去看，周文昌也探头，看这痕迹，应该就是今晚留下的，只有进去时候的脚印，并没有出来时候的，这说明是从门那里离开的。既然不在寺庙里，那贼人应该是带着人出去了。周文昌话还没说完，季晨已经跑开，他赶紧追上。到底是在京城，而且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出了这档子事，哪怕周文昌和钟宁不认识，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眼里更是揉不得沙子。你认识五皇子吗？能否劳烦你把我夫人失踪的事情转达给他，请他派人过来帮忙寻找。周文阮，你认识他？麻烦你了。钟宁是在半途醒的，不是自己醒过来的，是那个蠢笨的贼人平地摔了一跤，虽然没把他摔地上，但那种震感还是把他惊醒了。你这个蠢货没事吧？什么情况？我怎么被人抬到外面来了？采花大盗？哎，你说说，你还能干点啥？都临门一脚就干成的事儿了，你还能出岔子？哎呀，这不是天太黑，我没看清楚吗？对了，
他没醒吧？哎呀，还好，没有醒，这睡得跟个死猪一样。那个雇咱们干活的真没眼光，这个虽然漂亮，但是比不上另一个漂亮。要是扛她，我干活都卖力气。你闭嘴吧你！人家肯定和这个有仇。不是，我才刚来京城，我招谁惹谁了？程宝珠，他怎么知道我今天要上山拜佛？这可是完完全全的临时起意啊！老大，你真没记错吧？你当我是你啊？说了右面床就是右面，你小子别看到个漂亮姑娘就走不动道。是有点走不动了，老大，就把她丢这儿吧，然后把那衣服扒了，咱就走。啊，应该也差不多了。离这么远，就算有人发现她丢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过来。真的只要把外衣扒了吗？把里边的一起扒了不行吗？你懂什么？一件衣服都不给留，他醒了，说不定羞愤自杀了呢。留个礼，他就算想晚上偷偷回寺庙拿外衣穿，也容易叫其他人发现。到时候人家就会知道，他一个大小姐在外面做了丢人的事儿，失了真，哼，可就没人要她了。没人要我要啊，嘿嘿。年轻男人奸笑着伸出手，目标直指钟宁的腰带。你还我命来！